今天我要带你们到什么地方去探险呢？我必须说，今天这个地方算是半重返。为什么会是半重返呢？因为这个地方其实以前已经来过了，但是它旁边还有一个建筑是我还没有去拍摄过的一个地方。那为什么我要拍摄这一个地方呢？那它又是怎么废弃的呢？其实这个地方我会来拍摄，是因为我之前有带日本朋友来这个地方做拍摄，但是另外我今天要拍的这个地方他们没有拍，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小，可是他们却在这一间屋子当中感觉到一些怪事。为什么会说感觉呢？因为他们没有拍，他们只有听到。然后呢，这地方怎么废弃的呢？其实我只能说这个地方早期就是一个老人院。那它废弃的原因，我相信只要大家去看我以前的影片就会知道了。好，那这里有着什么样的传闻？他们又碰到了什么样的经历呢？我边走就边告诉大家吧。这里就是我今天带大家来的一个地方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其实刚刚在介绍的时候已经讲到了嘛，对不对？算是半重返。为什么会说半重返呢？因为其实你看到的这里，我之前已经来过了，但是呢，这一个不是今天的主角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的主角是在另外一边，这样子，对。那个是什么？有两颗亮亮的，不知道。这红外线热显像仪好像也没有感觉到什么热源哦。不知道我也不能说久没来了啦，因为之前我都有带一些朋友来过。那当然他们也在这边碰到了一些事情，只是比较好奇的是窗户怎么都不见了，都被人家偷走了吗？对啊，相当怀念的地方。然后呢，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地方我大概在14号也会播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这一次会一次带2集。为什么会带2集呢？因为不好意思，这支影片完，下个礼拜我人在冲绳。今天的磁场降到有点弱有点意外。奇怪了，我刚刚做摄影机竟然没有录到。没办法，这里就是我今天要带你们来的地方。那我们先走外围看看吧。其实它也不算小间呢。你看，其实这还蛮大间的耶。
去看看吧。声音好赞啊！我说坦白啦，我每次来我这一间都没有好好的逛过，所以它到底有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。磁场探测器来看一下吧。磁场确实还蛮强的哦。这个骨架好像之前在做灯笼用的哦。人偶，说到灯笼啊，其实我之前好像有去过一个地方，它好像也是有很多灯笼的聚集哦。但是那个灯笼都是人形的灯笼哦，你看这里也是被灯笼堆满了。好，那至于等一下啊，扫一下人形好了。好，至于这个地方有着什么样的传闻，我会再来呢？接下来我就来告诉大家，这个地方他没有碰到什么样的事情，为什么我会再来这个地方呢？其实碰到事情的不止一组，有2组，一组呢是之前的 NTP 马西，还有他的好伙伴，然后呢还有一组呢是之前最近来台湾的另外一个 YouTube。那他们在这边拍摄的时候呢，马西是没有在这一间碰到事情，但是那个高里有说他感觉到这个屋子当中有一个能力比较强大，就是让他感觉到不舒服的灵体进驻在这个里面。他觉得很奇怪，说他应该本来不是在这里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跑到这里来了。那他当然就觉得很奇怪，所以说他也感到非常的不舒服，因为我们进出都一定要经过这个屋子。那他只要经过这屋子的时候，老人院已经让他不舒服一次，这个地方再让他不舒服一次，他说他相当的痛苦。那再来就是另外一组日本网红，他们来的时候，他们其实是在老人院拍摄，拍着，然后拍完准备要收工的时候，他们却听到这个屋子里面传来了打鼓的声音，咚咚。然后他们说打鼓的声音完之后，旁边的野狗就一直在叫，然后呢，他们的伙伴就你看我看你，想说到底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有人在这边敲锣打鼓这个样子？所以他们跑过来看的时候，当然一个人都没有，因为现在这个地方非常的不好进来，所以他们就觉得到底怎么回事？但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来，他们有2组人，所以呢，他们那个时候也没有再继续拍，只把情况告诉给另外一组人，请另外一组人也稍微注意一下有没有听到这个状况。那至于另外一组人他没有碰到这样的事情，其实我就不知道了。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讲的就是，其实那个时候逃跑来，他是在老人院碰到事情，对不对？那那个时候其实这件事进不去的。然后呢，那个时候其实我在旁边绕着，我觉得有点不太对劲，为什么会这个样子？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这个样子？然后呢，我就在想要进去，可是当我触碰到门的那一刹那，会觉得很不舒服的一个情况。然后最后我就收手，赶快离开这里。然后他们当然逃跑来的时候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里有发生过什么事情。那老人院他们也碰到什么事情，但是都没有人注意到这一间。直到有一次我进来之后，因为后面我带其他人来嘛，还有日本的直播主来过，他们来的时候，这里可以开，这已经打开了，我可以进去，我就进去一看，我竟然在里面发现到废弃的神像。所以呢，那个时候我就照片拍一拍，给我一些那个能力，就是
比较强的那种灵感能力比较强的朋友去看一下。他说这个房子当中进驻了很多好兄弟，但是跟老人院好像不同一批这个样子。然后呢，他说因为那个灯笼都是做人形的样式，所以说其实里面都有入灵。但是他讲的一个东西跟之前 NTV 他们来的那个女生讲的一样，就是里面有一个能力很强大的一个灵体在这里，但是他又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跑来这里。照来讲，他不应该在这个地方这个样子，所以说他也感觉到相当困惑。然后他跟我讲说，你要进去这里的时候，你要特别的注意。然后我就跟他讲说，日本的网红之前来也有说到跟他所说的一样的一个状况。然后他听完之后，他说下次我可以再来拍拍看，因为他感觉到灯笼那些人形的灯笼里面，只要有眼睛的，基本上都有灵体的建筑。好 ，OK， 那这就是我知道这个屋子它的传说跟故事。接下来我们把下集看完，顺便用器材来问一些问题吧。说完这边的传说哈，那接下来带大家稍微看一下这2间。恭喜发财！这个地方早期应该算是个食堂，但是最后变成老人院了之后呢，这个地方似乎变成他们的康乐中心。你看，还有厕所，厕所也丢满了灯笼。对啊，你看，这里也是灯笼，还有旧磁场在这边有一些不好的反应。好，那接下来我必须很遗憾的跟我们的非会员朋友们说声不好意思了哈。接下来是只有会员才有的部分咯，所以我先跟非会员朋友们说声拜拜。好，进入会员的部分哈，来吧。稍微看一下这边的灯笼，人形呢，这里会误判的几率会很高哈。但是你刚刚有没有听到说一个重点，就是有眼睛基本上很容易入灵。你们自己看，靠近这人形的地方，磁场就爆了。好，很好。那鼓呢？这个也是人形，但它倒了。这种是猪，应该就没有。我记得我拍的就是那2个。鼓找到了。他们听到的就是这个声音吗？然后最后神像的部分，而且我
必须说这个神像原本是在老人院当中的佛坛里面，它不应该是在这里，而且这些红布都掉了。这是观世音，那个是济公，这个像郑成功。人形看一下，这几个地方磁场探测器拿出来都是爆的。好，没有关系，我觉得，对啊，这是什么？稍微再看一下吧，被丢出去的灯笼。好，现在好像是还没有碰到什么事情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沟通还是得做。然后呢，沟通。我想要在这神像这边做对啊，因为那个好像也不错，这个好像也不错，但神像我比较喜欢。好，那进入动作感测器沟通的部分吧。